第二章，问题与解决之道。你们想要听我说，还是开始提问？我想可以从我对你们的印象开始谈起。自我去年来到这里，就感觉你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这是对所有人而言，没有人可以幸免。问题的尖锐体现在你们看起来像是有所退转，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能够更好地向外表达我们自己。问题开始浮现水面，而非依旧躲在潜意识里。当我们麻木冷漠，我们很难向外表达，这样问题就停留在潜意识里打转，并在物质世界显化。当我们开始从冷漠的阶段往前走一步，我们依然处在冷漠的阶段，但却开始获得某些行动的能力。在此阶段，问题越来越多的呈现，看起来像是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但实际上，这对冷漠阶段而言是个进步。这是个冷漠但却有所行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行动带有焦虑不安的倾向，因此似乎有些破坏性。无论对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问题出现，并且看起来似乎更糟。我们以为自己退步了，但实际上是在前进。因为这个阶段比纯粹的冷漠阶段更高一个层次。在这个阶段再往前一步，是行动的阶段。在行动阶段，我们开始有所建设性，同时依然还有破坏性。再往前，便进入了行动又存在的阶段，此时便只剩建设性。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存在的阶段。在此阶段，你什么都无需做，只是单纯的存在。这个世界如今进入了冷漠但又有所行动的阶段，看起来问题更大更严重，但实际上却是个进步。学员问：你是指整个世界，还是一部分人处在这个阶段？莱斯特回答：两者都是，我们全都处在这个阶段。你看，种族问题、青少年犯罪、越战、非洲问题等，都是这个阶段的表达。这是世界成长的必经之路。学员问：是因为人们更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吗？莱斯特回答：成长的阶段无动于衷是冷漠阶段，无动于衷是源于冷漠、仇恨和敌意，以及因为害怕而报复而不敢表达，是个破坏性的阶段。冷漠行动阶段，开始行动并有足够的意愿来表达自己，是个积极但却依然具有破坏性的阶段。行动阶段，因为行动而开始脱离第一阶段，向第5阶段进发。在此阶段，人们开始具有建设性，同时又保留破坏性，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自己。行动存在阶段，冷静且高效的行动，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全宇宙，只剩建设性，而不再有破坏性，不再行动，无动于衷，
是种只是旁观的能力，见证并允许这个世界自行运转。在此阶段，人们的能力更上一层。这种发展不是源于为了解决问题，但人们是以破坏性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暴力、自相残杀的方式。但问题完全可以并也应该通过商讨的方式解决。但对第一阶段而言，这个阶段依然是个进步。当今世界正处于存在阶段的较低端，叫做唯物主义纪元。我们从最低阶段出来，大约在17世纪，人们只为满足私欲而活，那是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二阶段，经历着第一阶段脱离出来的阵痛，但这个阶段依然不是高度灵性的阶段，只是加速的阶段。到了第三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个心智创造的世界，彼此之间息息相关。我们不再自相残杀，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友爱。到第四阶段，体认到自己的存在即是上帝的存在，完全自由的存在。这4个阶段分别被古希腊人称作黑铁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然而无论何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最高阶段。我们不必待在这个世界所处的阶段，完全可以先行一步。就这点来讲，我们是幸运的，不是吗？学员问：即使背负着很多问题吗？莱斯特回答：是的，对这世界而言，似乎一切都无望，让人感到无助。但我们知道出路在哪。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伤痕累累，我们都知道是有出路的。我们是有希望的，有指引的。那么出路在哪？不要试图从这个世界寻找幸福，把目光投向幸福所在地。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在，在我们的意识里。无限的喜悦是我们固有本质。只要释放掉那些强加的限制性信念，比如我需要这个，需要他或他，没有这些我会受伤，会有麻烦，诸如这类的信念。成长仅仅是往内深入，释放这些匮乏感，这些限制性信念，看到我们的无限存在，并持续地待在那里。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出现问题，陷入麻烦，我们就是被小我所困。我们总是通过有限制的小我来表达真我，但小我太小了，结果只能是被困住。因此，只要问题出现，我们只需问问自己，被小我所驱动的我在干什么，在寻求什么，要求什么。如果你看到小我是如何制造所谓的问题，你就将罪魁祸首从潜意识里拉到意识层面，释放便自然地发生。为什么难以释放？是因为这个根，这个从中作梗的想法依然躲在潜意识里。所以当潜意识的想法浮出水面，并将其释放，我们就能发现我们不是这具身体，这颗脑袋，这个世界，而是如如不动的真我。当你觉知到了真的我，便会体认到真我
即是无限的喜悦。此时所有问题瞬间烟消云散。我说任何问题，任何麻烦，只是小我驱动，这有待你自己去发现。当你觉知到真我，问题便不复存在，无需任何努力，就能来到完美和谐之境。如果我们越被小我所驱动，我们就越难达成我们想要的，痛苦也就更甚。释放小我所执着的有害习性，如我所言，真的很简单。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那些习性生长了几千年。但是只要此刻我们选择释放它们，我们就能做到。如果你说不能释放，那是因为你真的不想释放，释放的意愿不够强烈。我说它很简单，不是吗？吉姆，你知道我为什么向你强调吗？因为你听到的可能都是些花哨但令人困惑的说辞，但一旦我们看到它其实很简单，我们所需做的仅仅是达成它。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做到，除了我们自己。学员问：我有一个朋友有点麻烦，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的生活陷入困顿，他感到毫无希望，非常消沉，希望事情能有所转机，重回正轨。莱斯特说：你知道他为什么非得陷入低谷吗？学员回答：因为他有信仰，他知道怎么处理。莱斯特说：不，他没有信仰，他并不虔诚，这才是他的麻烦所在。你知道信仰会使人放手，让上帝来接手，虔诚同样使人变得谦卑、臣服。从外在看，他是你说的那个样子，但内在却是我说的这种情况。他试图去控制一切，尝尽各种办法，非常努力，但却不是让上帝来接手。学员说：他有祈祷。莱斯特回答：是的，他祈祷，但却希望事情按他想要的发生，而不是让上帝可能想要的那样。他已经知道他的祈祷无济于事。如果你臣服，完全不必祈祷，你必须放手，让上帝来接手。但他什么时候放过手，让上帝来接手呢？当他再也无能为力时，他会放手。到那个极限时，他放手，问题便会自行解决。如果你能告诉他这点，他很有可能会看到的，会更有觉知。学员说：我一直都跟他说要有信心。莱斯特回答：比信仰更强的是笃信，笃信上帝，这才有用。放手，让上帝来接手，这样事情才会解决。但当我们努力去做时，我们依然陷于麻烦之中。学员说：你说放手，让上帝来接手，这是否意味着要等待灵感，或者只是坐着，让事情自行运转吗？莱斯特回答：要有让事情自行发生的意识。想要有这种意识，就必须释放自我感。自我即小我，
说我是这个叫莱斯特的个体，我有身体，要做事情，但那不是真的。如果我即真我，就没有所谓的莱斯特。那么我必须释放掉莱斯特，让真我或上帝来运作。当你这么做时，你才是进入生活，有点随风飘荡，但不再作为。哪里有努力，哪里就依然有小我。当然，你现在还是会做出一些努力，因为不是从真我出发。你知道，一旦那个女孩到达极限，她会放手，让事情自行运转。那就是放手，让上帝来接手。声称自己有信仰，声称自己信仰上帝是没用的。那女孩深陷麻烦，恰恰是不信上帝的明证，因为上帝就是全部，就是完美。如果上帝是全部，是完美，那一切就都是完美的，完全没有不完美或麻烦存在。如果你抱持这种态度，那就成为这种态度，就是这种我不作为，让事情自行运转的感觉。学员说，当我还是小我时，我说不准。莱斯特说，哪里不再有努力，哪里就没有小我。越做努力，小我越顽强。学员说，当努力到达极限，却依然无济于事时，会或多或少地选择另一条路。莱斯特说，是的，我给你的是辨别是否是小我的方法。越做努力，小我越顽强。然而，在你开悟前，你是要努力的；开悟后就无需努力，但事情会按你想要的发生。学员说，这样会不会让你变得懒惰，不再行动？你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做任何事？我不大明白。莱斯特说，懒惰也是种努力，懒惰也是种行动，消极的行动，它让你保持不动。想要达到不动的境界，就要尽可能地释放小我，因为你现在还不能全然的不动。当你能全然的不动时，你就是开悟的。持续的释放小我，最终你会完全脱离它，成为全然的觉知，无需作为，只是让事情自行发生。无论发生什么，这都是上帝的世界，所以让他来接手。学员说，我们怎么摆脱问题？莱斯特回答，当你说我有问题的这一刻，你就卡住了，因为你让问题成真了。你不能摆脱问题，因为你让它成真了。学员说，所以当我们有问题时，我们就说根本没有问题，这样就能消除问题了。莱斯特回答，不能，因为你说没有问题时，你的头脑依然抓着问题，把问题从头脑中清除出去，知道一切都是完美的，这样问题就不复存在。学员说，我试着去想一切真的都是完美的。莱斯特回答，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那一切必定是完美的。学员说，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那一切会很容易。莱斯特回答，你知道，生活本来就是完全无需努力的。如果我们只是真我，生活就是那样的。
但我们总是想要成为有限制的小我，这就需要努力了，越努力越有限制。但是成为无限的真我却无需努力。就像你那位朋友，当他撑到极限，他会放手，这样事情会自行解决。他越努力越想控制，事情越糟。但当他举手投降时，事情会解决。学员说，他必须出去找份工作，去中介所，他不能坐以待毙。莱斯特回答，我会说，他真正要做的是放手，成为他自己。这样哪怕他被锁在屋里，他想要的也会自动到来。不要等待，不要做其他任何事，只是释放想要作为的感觉。你已经知道一切都是完美的，那么即使最细微的念头也会成真。上帝是无限的，真我是无限的。如果你释放，不论你想要什么，都会成真，因为你激活了你无限的力量，你的真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学员说，但同时你也要去行动啊。莱斯特说，不，我说的正好相反。我说的是把你自己关在屋里，外面再挂上把锁。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你会发现它是有效的，它必定如此。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因为全能被启动了。学员说，什么是祈祷？祈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莱斯特说，祈祷是为那些需要祈祷的人而准备的。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你还向谁祈祷？如果你就是他，为何还要向他祈祷？你看，祈祷恰恰承认了二元性。我向上帝祈祷，保持一的意识。但是，如果你要祈祷，就只祈祷更多的智慧，这样你就能消除对祈祷的需求。这完全取决于你领悟的次第。当今世界大多数的人依赖祈祷，但祈祷承认了二元性，上帝在外面。但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是在我内。虽然耶稣已经说了，上帝的王国在我内，我们却依然向外寻找上帝。但是他是在我内，是我们的临在。单纯的我这个字，指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上帝。当你说我是什么，那不是真的，或者我和什么什么，那也不是真的。只有纯粹的我，并且只有我才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说上帝比肉体还近，因为我即是上帝。我有多近呢？肯定比肉体还近，所以我就是上帝，你的真我。学员说，那感觉很好。莱斯特说，是的，因为它提醒了你潜意识所知道的，那就是你就是真我。所以持住我这个字，只有我，这样你会变得更喜悦。尤其当你独自一人时，只是我，而不是我是这具身体，这颗头脑。我想描述上帝最精确的词就是临在。上帝就是全在。当我们外求时，全在假装成我们只是它极小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有限的头脑身体。当我们往内看，就会发现你就是全在。
临在就是上帝，临在也是觉知、意识，它们都是同一个东西。临在、觉知、意识是同一的，所以成为真我，如此问题便不复存在。发现问题就是试图成为有限制的小我、身体、头脑。如果你认为你有问题，那你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能单纯地接受上帝就是全部，就是完美，那么你看到的就只有完美。学员说，那我们就必须消除词汇所带来的问题吗？莱斯特回答，是的，你必须消除，比如不能、不要、不会等这些负面词汇。将来等人类步入和谐之境时，所有负面词汇都会消失。学员说，随着你越来越精进，好多东西都看起来变得浅薄。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意味着我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莱斯特回答，变得冷漠也是进步，因为不再执着。学员说，我实在做不到不去关注政治或所有这些在某段时间看起来重要的事情。这是否很糟呢？莱斯特说，你自己觉得呢？学员回答，我不知道。我看到所有这些人都觉得他们所做的是重要的，也许我跟他们的感觉不同，是错误的。莱斯特说，你是对的，随着你的境界越来越高，你将看到更多的完美。这意味着你看到的问题越少。一个人看到的问题越多，他所处的阶段就越落后。看到问题的人希望你也看到问题，否则就说你是错的。这点是你必须要防御的。随着你不断成长，那些不能控制你的人会想方设法把你拉回去，就让他们认为你是错的吧。你知道你是正确的就行，不要辩论，那毫无意义。学员说，我发现人们总是让我感觉自己很自私，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自私，所以我想谈谈这个问题。莱斯特回答，是这样的，当你所认为的与他们的不一致，他们管这叫自私，这就是他们思考的方式。但实际上，不是你看不到问题，就表明你有多自私，而是你觉得那没有问题，并帮助其他人也意识到这点，这才是真正的无私。以这种方式助人，那你是有建设性的，是无私的。学员说，以助人的心做事，那就是爱吗？莱斯特回答，是的，但只要感觉有爱，而未必付诸行动，你的念头都是正面的，这就是爱。念头的力量远远超过行动，是行动的基础，也影响行动。念头是发起者，在行动之前并决定行动。一个开悟的人，哪怕只是独自坐在山洞里，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远高于那些行动组织。他帮助每一个人，所有人都会在潜意识层面接收到他的帮助。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所谈论的，那就是最低阶段是没有行动的，中间的是行动阶段，最高阶是不再行动，最低阶段是冷漠的，是具有破坏性的，只想阻止一切，毁掉一切。最高阶段则是让一切如是，因为一切都是完美的。
在这阶段的人会把这样的心念投射到每一个人身上。中间的阶段是行动阶段，是最低阶段和最高阶段之间的平衡。学员说，所以这就有点像试验场，为了测试那些事对你有多大的影响。莱斯特回答，是的，它测试你是否笃信。如果你随大流，你还是笃信的吗？如果你随大流，你信的是他们的那一套。学员说，随大流会更轻松一些。莱斯特说，如果你认为随大流更轻松，那你就会随大流，其结果是你会和他们一样更痛苦。莱斯特说，有时我认为做一个暴徒更轻松。莱斯特回答，小我想要获得认同的欲望会使你认为做一个暴徒更轻松，但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你已经是暴徒的一员了，你已经和他们一样了，这并不轻松。正确的道路才更轻松，正确的道路就是放手，让上帝来接手，这样所有的问题都会自行解决。但是当我不得不做什么，那就不是上帝，那是小我，是小我想要做什么，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学员说，当事情那样发生时，念祈祷文什么的是否最好？莱斯特回答，誓言就可以，祈祷文是誓言的重复，做任何能帮到你的事，成为你认为应该成为的。学员说，我不明白。莱斯特回答，去探索你是谁，你是什么，去发现你的真我，就是最好的事。在释放时，你已经有过一些时刻觉知到真我，当时感觉如何？学员说，太美妙了，我能一直持住它吗？莱斯特回答，是的，当然，待在那里，这就是你要做的全部，成为你的本然。此时此地，你就是无限，就是全知，就是全能，成为它，而不是再去做有限的、痛苦的、渺小的小我。学员说，我的问题和他的一样，我也认为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冷漠。莱斯特回答，是的，消极的看，你是变冷淡了。但是那又有什么不妥呢？正知是什么？正知是权力和控制的机制。在一个人人都相亲相爱的社会，还需要什么政治吗？如果你想要帮助这个世界，那就让自己成长，这样你所做的贡献远比参与政治要来得大。你越有能力爱，你对这个世界的帮助就越多。只有足够的爱才能做到，因为意识决定一切。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集体意识的投射。如果我们不喜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意识，外在世界就会跟着改变。学员说，但是很多时候这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我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来做我想要做的。莱斯特说，为什么你会没有勇气呢？我不知道。莱斯特说，小我想要的就是获得认同，你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同，所以你走他们想要你走的路。学员说，这不是我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同，而是我不想要他们不认同我。莱斯特说，这不是一回事吗？学员说，我记得上次你说，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便不再出现。也的确如此，但是会出现新的问题。当你的内在解决了一些事，你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台阶，
这些事不会再发生，但是总会有新的问题。莱斯特回答，这个世界的问题永无止境，你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永远都是在解决问题，而问题又会不断出现。只要你对问题保持觉知，只要你发现了真我，问题便不再出现。你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吗？我们把手放在火上，然后大叫烫死了。年轻人，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当你发现是你在制造问题，你就会停止。如果你有问题，是你把手放进问题里面烤，然后大叫疼死了。看起来好像不是你主动把手放进去的，不是你创造的，但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那个问题就在你的意识里，在你的头脑里。改变你的头脑，改变你的意识，很快问题便不再存在。尝试这么做，你会发现事实就是这样。学员说，去年我们一起时，我们变得更精进，问题也越少。莱斯特说，这就是组团的主要目的。你是被指引来的，你和同道的朋友在一起，做着跟这个世界截然相反的事，所以尽可能的结伴。但当你独自一人时，不要再成为你所不是的样子，不要再成为有限的身体和心智，成为你的本然，那无限自由光辉的存在，完整而圆满。如何看到小我？每次你对人事物起反应时，那就是被小我所驱动。往内看，去看小我是如何驱动你的。当你看到它时，就释放它。小我的驱动每被看到一次，就会被削弱一些。看清小我的驱动，不是用头脑去看，而是用心感受。我们越感到难受，那意味着我们越被小我所困。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